想象一下啊，有一部刚刚收官的现象级新剧，它硬生生把全球观众的口碑撕成了极其割裂的两个阵营。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对的，你如果在海外那个权威剧集平台，就是 My Drama List 上看，它的评分一度疯狂飙升到了9分以上，无数海外观众高呼说这是他们的年度神作。确实，海外热度非常高。可是呢，你转头一看咱们国内的豆瓣，它的评分却非常稳固，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尴尬地死死卡在6.8分左右徘徊。冰火两重天了，属于是。没错，一边是让人上头的狂热追捧，一边是冷酷理性的勉强及格，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严重的错位？所以，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部2026年最具话题性的大陆古装剧，也就是《逐玉》。这种口碑上的巨大落差，其实恰恰暴露了当下影视工业最隐秘的运转逻辑。点出这次深度解析的核心始末的话，就是为了搞清楚这6.8分和9分之间的鸿沟。我们这次可以说几乎翻遍了全网的资料。资料库确实非常庞大。是的，从新华网、联合早报的专业产业分析，到各大平台的综合剧评，再到 Reddit 上海外观众那种逐季的讨论贴，我们发现这部表面上看极其惊艳的黑马，其实怎么说呢？它更像是一组经过精确计算的实验数据。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其实我们今天的任务可不仅仅是给你复述一遍《逐玉》的剧情啊，我们要透过这部观感惊艳但未必耐品的剧，带你透视当下饮食工业正在熟练使用的一套完美配方，看看它是怎么在潜移默化中操控我们的情绪的。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那咱们就先来看看它最骗人的地方，就是那极其惊艳的开局。女主樊长玉一出场，哇，确实让我眼前一亮，相当反套路，太反套路。她完全不是那种天天盼着天降神兵的娇妻设定，人家手里攥着什么？一把沾着油污的杀猪刀，哈哈哈！对，市井气拉满。你想啊，面对地痞流氓的恶意挑衅，传统古装剧可能就是女主闭眼等男主来救，或者委曲求全，但樊长玉根本没有，她反手就是一喷猪血，直接泼过去，视觉冲击力极强，绝对的。这种粗劣，这种生猛的市井生命力，这就好比你买了一辆硬派越野车带大梁、4驱。差速锁全齐，你摸着方向盘热血沸腾，觉得终于可以去野外的泥地里痛快快地狂飙一场了。越野车这个比喻非常精妙，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种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粗劣生命力，在当下古偶剧极度同质化的语境里，确实起到了奇效，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没错，观众真的太久没看到第一驱动力仅仅是守住家业活下去的女性角色了。但问题就在于，这种创新它有一种不可持续性。不可持续怎么说？就是剧本并没有给这辆越野车提供足够的野外燃料。你回想一下中后期的剧情，越野车最终还是开回了市区的买菜专用道。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他原本那种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的锋利棱角，好像不知不觉就被悄悄打磨平了。是的，随着剧情推进，她向标准的国偶女主靠拢了，情感线主导了她的动机，那些在战场上的成长，仅仅变成了推动剧情的工具，真的非常让人憋屈。她个人的觉醒完全让位给了谈恋爱，这就顺势要说到男主谢征了，张凌赫演的。他身上可以说贴满了这2年最容易爆火的美强惨标签。非常典型的设定，什么落难侯爷呀，背负血海深仇啊，表面病弱，实则手段狠厉，听起来非常有张力，对吧？但如果你剥离开剧集的打光，或者演员本身的清冷克制气质，单看文本赋予谢征的内核，你会发现极其单薄。就是不够立体，是吗？对，他的复仇线推进的非常套路，缺乏真正惊心动魄的智力博弈。很多时候的权谋，说白了只是通过他眉头紧锁的特写和几句故作高深的台词来展示的。哈哈，皱眉式权谋，总结得很到位。
所以谢峥这个角色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靠破碎感的氛围硬撑起来的，而不是剧本本身的厚度。所以说，男主的人设都犯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完成了开局的诈骗师创新，却没能坚持到底。没错。那既然角色设定在中后期归回了套路，叙事节奏能不能弥补这个缺陷呢？这就引出了竹玉面临的最大争议。等等，在这里我得替一部分听众或者说忠实观众反驳一下了，就是很多粉丝在网上说，前期那10几集男女主在小院子里的日常生活其实非常好看啊，大家在现实里上了一天的班，被各种 KPI 折磨的身心俱疲，回到家打开屏幕，难道还要看那种烧脑的权谋算计吗？大家不就想看点这种充满市井烟火气儿的慢生活，放松一下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正当的诉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竹玉依然能稳稳抓住一大批死忠粉。但我们必须从剧作结构上区分2个概念。哪两个概念？就是好看和好看下去的动力。竹玉患上了典型的古偶慢热病，他的情节推进极其依赖情绪，而不是实际的事件冲突。也就是没有真正的危机去推动剧情，对吧？是的，在那些漫长的日常戏份中，观众确实获得了氛围上的舒适感，但因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外部危机去考验角色，这种舒适感很快就会变成疲劳啊。这就不得不提那场在各大社交平台疯狂刷屏的玉琪戏了，简直是先婚后爱的高甜桥段代表，引发了极大的热议，大家都在转。画面张力极强啊，水气音韵中男女主的对视，我看评论区全是在喊磕疯了的，这难道不算是好看下去的动力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联系到更大的图景来看，你就会发现这种甜是情绪堆叠出来的。情绪堆叠？意思是说它没有逻辑支撑吗？倒也不是完全没逻辑，而是缺乏扎实的基础。两人到底经历了怎样扎实的利益交换、信任崩塌，再到玉齿戏这一步的呢？好像确实没有很清晰的铺垫，就是顺其自然的爱上了。对，缺乏这种转变过程，观众在当下看画面会感动，但逻辑上很难被完全说服。这就彻底解释了豆瓣评分为什么卡在6.8分的本质原因。也就是说，它是一部情绪驱动型作品，而不是叙事驱动型作品。它是直接把工业糖精灌进观众嘴里，而不是让你尝到一根甘蔗慢慢咀嚼出的清甜。这个比喻很贴切。不过我这里还是有点转不过弯来。既然文本在后半段这么无力，纯靠情绪和工业糖精在撑，那海外 MyDramaList 上那9分以上的高分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海外观众看的不是同一部剧吗？这也恰恰是竹玉作为一个工业产品最成功的地方。如果说叙事和人设有争议，它之所以能在海外大杀四方，靠的是一层无懈可击的外壳。工业化美学。没错。当我们谈论东方审美出海时，竹月提供了一个极其稳定，甚至可以说是标杆级别的视觉输出。这个我绝对认同。作为观众，我在看的时候，每一帧画面都觉得极其享受。从开篇那种充满烟火气的包子铺，到后期极具古典留白意境的雪中庭院，再加上角色造型，视觉上简直毫无破绽。但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毫无破绽的标准优秀，往往就是平庸的开始。平庸？为什么这么说？联合早报的剧评中提到，这种美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它太标准了，以至于失去了独特的记忆点。它就像一块打磨的毫无瑕疵的玉，表面温润动人，听起来挺好的。但当你真的拿在手里把玩，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块极其高明的工业倒模塑料。哇，塑料古玉，这个形容太绝了。哈哈，是的，它太工整了，失去了天然石头那种不可预测的纹理、瑕疵和野性。灯光怎么打能凸显破碎感，镜头怎么推能放大暧昧，一切都在流水线配方的掌控之中。它美得很安全，但也美得很同质化。你回想一下你在 Reddit 上看到的那些海外观众评价，很多人狂热地写道，这是2026最喜欢的剧，极其在乎这些角色，看的时候真的非常上头。但是看完1个月之后呢，
你再闭上眼睛想想，你还能记起剧中哪一句振聋发聩的台词，或者哪一场真正触及人文挣扎吗？大概率是一片空白。确实是这样，就只剩下一个很唯美的印象了。这就是新华网等媒体敏锐捕捉到的趋势。竹月代表了目前影视行业一次成功可复制爆款公式，也就是小说 IP 改编打底，加上双强人设当噱头，情感主导剧情，最后配合海外发行同步，非常精准。制片方根本不需要承担原创剧本的风险，只要把每一道工序做到及格线以上的标准美，它就极其安全，但也极其缺乏突破。接你这么一拆解，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五味杂陈。这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来了。今天我们谈了这么多，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咱们这次关于竹月的深度解析。你来总结一下。竹月是一部完成度极高的标准古偶，有着好看的演员和稳定的制作，但因为它剥离了人物真正的核心，缺乏更锋利的表达和扎实的叙事推演，因此注定无法成为被你反复回味的经典。总结的非常准确。不过在结束这次探讨之前，我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资料库里没有明说，但衍生出来的细思极恐的问题，我想把它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什么问题？当我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算法至上的时代，如果整个影视工业都发现了这套稳赚不赔的安全配方，每一部剧都治愈于做得像竹玉一样挑不出大毛病，只提供情绪抚慰，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听起来让人有点后背发凉啊。是的，作为观众，我们对于那种带有瑕疵但极具先锋性和冒险精神的原创故事的包容度，是不是也正在被这种精致的工业糖精悄悄抹杀呢？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终极思考。如果我们的审美只是被不断的顺从和投喂，那我们也就失去了被真正伟大的艺术震撼的可能。你有什么想法或喜欢的片段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我们一起交流。也别忘了点赞、分享与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得更多关于娱乐圈新闻、影视、电影与书籍的内容的更新。